对，你个老邓，你勾我嘴了，你轻点儿！看什么看？我知道我的身材很曼妙，再看我找鱼弄你们俩。我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了。一会儿把这鱼炖了吧，红烧怎么样？我觉得清蒸不错。什么七增八增的，我都搁这蹦跶半天了，说的我是口干舌燥。你俩要是再聊一会儿，我都要臭了，你知不知道？什么味道？你真臭了！抱歉啊，可能吃坏东西了，没忍住放了个屁。我最讨厌的就是事后道歉。哎，你大爷！给我干哪儿来了？这还是国内吗？人都快死了，拿根杆子吊棺材板吗？给你留个念想，漂流狗。原主人估计是身体扛不住，灵魂散了，轮到我这个倒霉鬼正好填了进来。算了，先看看还有什么。鱼竿还算结实，没水没食物就算了，鱼饵也没有，这鱼竿一点用也没有啊！老天不公啊，这让我怎么活呀？我了个豆，这么高科技！这距离也太远了，最近的都要几百公里。想要交易，只有通过帝国遗留科技区域物品传送器。热闹是别人的，我什么都没有，这不纯纯等死呢吗？生存游戏系统加载完毕。我去，这是哪儿啊？宿主你好，这是你的意识空间。你是什么东西？我是你刚刚激活的生存游戏系统。系统？那你都有什么功能？宿主可召唤玩家降临辅助生存，生存基地每增加1平方米，可召唤上限+1。目前可以召唤几名玩家？当前可召唤玩家上限4人。警告，请宿主尽快完成首次召唤，否则预计存活时间不超过2个明暗周期。系统指定星球召唤玩家蓝星，我熟啊，都是哥们儿。也就是说，我能把蓝星的人弄过来，能带东西过来，淡水、鱼饵、工具全能从蓝星搬。蓝星人凭什么来？他们得觉得这是个游戏，全景沉浸式游戏够新鲜。但空口白牙谁信？噱头，钓鱼，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鱼。蓝星那帮钓鱼佬最馋什么？巨物、暴户、野钓天堂。而且安全箱能把鱼带回蓝星，这要是宣传出去，钓鱼佬不得原地发疯。这个平台用户个个都是天才，说话还好听，最关键的一点，耐力强，耐久值高，天天在赤石淘金，早就练就一身抗压本领。真实收获可带回现实，玩家降临后会有初始安全箱，一格空间可以跨世界携带物品，从蓝星带东西过来，也能从这边带东西回去，这不就是现实版酸角洲吗？这群人能相信吗？巨物、真实收获、可带回现实，这3点的吸引力不亚黑坑打窝，钓鱼佬肯定疯抢啊！我就说嘛，这么快就有报名的了，让我来看看他们的吃相。这才翻了3页小说，就刷到了这个游戏广告，退钱！全景游戏举报了 ，VR 都做不到全景，你这什么黑科技？游戏钓的鱼能变成现实？你当我3岁小孩？这广告法管不管啊？虚假宣传吧？嘴上骂着，手却挺诚实，小样。某颜粉丝200万钓鱼博主，什么水域都能上鱼，人称空军克星，江湖人称贺天帝，川渝唯一翻越蜀道山的男人，擅作大吴搏斗，新生代钓鱼博主，去年千岛湖钓上38斤青鱼，相关视频播放量破亿，真专业啊！这次的内测名额就你们3个了。首批玩家将在1小时后降临，请宿主做好准备。1个小时，还有1个小时，这具身体快到极限了。我操，这他妈真是全景游戏！真铁，不是建模，这味儿做不了假。
别动，这地方一共就4平米，你再往外半步就下饺子了。这真不是 VR， 真不是。3位到了游戏世界，可以通过完成任务获得时间点，时间点就是你们在游戏里的时长，用完自动下线，无法登录。毕竟你们是内测玩家，每人先送100时间点。时间点就是点卡，意思是钓的越多，玩的越久。对，那钓鱼本身花不花点卡？钓鱼不花，但你在游戏里每待1个小时，消耗1个时间点。做任务赚的减去在线消耗，剩下的存着随便用。鱼饵带了没？1盒红虫，1盒海沙蚕，1盒路亚甲饵。老板，哪里领鱼竿？就这1根，3个人轮着用。就这，连个卡扣都没有。先对付用，下次来的时候，你们俩各带1根杆子进来，另1个人带桶矿泉水。矿泉水，游戏里的任务物资带进来交给我，算额外时间点。对了，要大冰泉，喝别的我咳嗽。钓到了记得录像，回去帮我宣传一下。行。这水太深了，红虫沉不到位。来了！我操！野生大黄鱼，个头不小，10斤往上了。别把鱼给我放跑了！13、14斤，好家伙！野生大黄鱼，这品相在蓝星得卖10万以上了。我超威，钓鱼让你钓到好的了，1人1小时，说好的，这回该我了。急什么？我才钓1条。你都上鱼了，让我试试怎么了？你看我 ID 叫什么？别不空军，我不能空军。别抢，冷静，1人1小时，谁先来都一样。老板，你这个游戏真的能把鱼带回去？我去，这也太夯了！中了！哇！本次玩家体验时间结束，即将下线，下次登录时间待游戏开放。老板，下次我带2根杆子进来，最好的我带矿泉水，最大桶的。这是梦吧？不对，怎么这么腥？我去，那不是梦！你有病啊，5元，4点钟打什么老周，我手上有条野生大黄鱼，13斤往上，你帮我鉴定一下。多少斤？13斤往上。真的假的？你等着，我明早就到。你咋了？发什么疯？睡觉蹲我身上，老娘数到3！哎呦，贺强你疯了，敢把鱼带到床上？你以后和鱼过吧！我的天，竟然是真的！这要是卖了儿子的补课费就有了。这品相，蓝星最大也就只有7斤半，而这条按我这些年经验讲，肯定有20多斤。我要把它放到后备箱，游街，让大家都看到。不是哥，他为什么不把鱼装起来呢？他已经装起来了。我去，这么大的老鼠斑，我活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鱼。这要是发到网上，绝对是大新闻。老子真是暗爽啊！纯野生，确定？干了20年水产鉴定，这条大黄鱼的肌肉纹理、鳞片色泽、鳃丝密度全是野生指标，不是养殖脱筐的，不是半野生的，是100%的深海野生大黄鱼。这个体型的纯野生大黄鱼，你知道现在市场上什么价？你说，去年舟山渔港拍过一条11斤的，成交价14万6。你这条比那条大，品腔比那条好，保守估计20万。那只是起步，拍卖渠道、品牌方过来抢，别说20万，30万都不是问题。30万？我在蓝星钓了15年鱼，开直播接广告，1年到头也就赚个40、50万，一条鱼30万，在游戏里面还给了 NPC 2条 ，NPC 还嫌弃这种鱼不好吃，这 NPC 的商业嗅觉比自己还灵。
还是难吃，快3个明暗周期没喝淡水了，等他们上线就有矿泉水了。感觉还差一点。我操！国家鉴定报告，我真的吗？不到吧？你玩真的吗？活的，一条几十万。全程鲟鱼。143斤的野生大鱼，你当你会说我换出去？我查了，报告是真的。我做了10年游戏美术，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个画面如果是 CG 渲染的，成本不会低于3个亿。3个亿，所以这他妈是真的。了，有莫测，绝不空空。等一下，安全箱带回蓝星是什么意思啊？查过了，2019年丰州市场178蓝迄金区，成交价2000多万元，2000多万，2000多万！我操，真的假的？这不是投资，这是打工。舆论发酵的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但有些人的反应速度比舆论更快。州水产检测中心的报告我们交叉验证过了，没问题。鉴定编号、检测数据、机构终章全部核实无误。但这条大黄鱼的 DNA 比对结果有点意思，它不属于已知任何海域的种群基因库。说人话。这条鱼是大黄鱼，但不是蓝星的鱼。严格来讲，它基因和蓝星大黄鱼基因没有一点交集，就像同一类物种，一部分永远生活在大山的池塘里，另一部生活在深海之中。那3个人查了吗？查了，无缘登纲，本名无缘，凌晨2点到4点之间没有任何出行记录，手机基站定位盯在他的家里没动过。贺强同理，手机信号没离开过家。绝不空军本名张浩然也一样。全景海洋游戏，安全箱跨世界携带物品，召唤玩家。不管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游戏也好，某个铭刻的量子实验也好，它能跨越空间传送物质。3个活人带着3条活鱼，从一个未知地点。这个能力本身比那几条鱼值钱的多。报名通道还开着，目前报名人数超过300万了，还在涨。安排人进去，我会向上级打报告。现役军队在职人员全员报名，都用干净身份报名，履历做得像样点。先搞清楚3件事：第一，那个世界是什么；第二，那个发帖人是什么；第三，安全箱的传输上限是什么。需要通知上面吗？等第一批人回来再说。现在手上就3条鱼和1段监控，通知上去怎么写报告？报告首长，我们发现了一个疑似跨维度钓鱼平台。对了，那3个博主，别惊动，但盯紧。如果我们的人安插不进去，再联系他们，同时暗中派人保护他们安全。要是这个事情传到国外，保不准有些国家会坐不住。跨维度钓鱼平台，还真他妈贴切。只能用它解渴了。300多万人，人是不缺了，可这破浮台才4平米，扩建得先提上日程，最好来个能下水、能去海底翻东西的那种。深蓝里峰，自由潜最深48米，粉丝90万。大佬，这个世界最值钱的东西，除了淡水，就是沉在海底的帝国残骸。专业啊！带专业充气泡沫浮板进来，越多越好，安全箱塞满，另外带一副潜水镜。撑过今晚就行，明天6点他们就来了。让！谁踩我脚了 Sorry， 真实，太真实了。这不是蓝星常见的任何一种船用钢材。水，不能再喝了。老板，你该不会真渴了吧？
东西带了，带了。充气泡沫浮板4块，双层结构，单块承重300公斤，可拼接。4块浮板加上原来的铁皮，总面积能到12平左右，12平米，12个玩家名额。如果能，外来世界材料不计入有效基地面积，当前有效基地面积4平方米。先拼上去，活动空间总有用。舒服，比铁皮强多了。别蹦，充气结构容易破。这水能见度怎么样？没人下去看过。水温呢？热带海域的感觉，表层不会低。27、8度，不用穿湿衣。我带了潜水镜，先下去看一眼周边海底什么情况。等一下，这片海域下面可能有大型生物。我见过一道影子从浮台下面游过去，长度超过50米。50米。我在南海打捞的时候遇到过最大的活物，是一条12米的鲸鲨。那次整个打捞队6个人全部停止作业，贴在船体上一动不动地等它游过去。好在我看了游戏介绍。玩家在游戏世界死亡后会有20小时的限制登录，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惩罚。我先探个浅层，不过10米，看一眼就回来。别在下面撞上那东西。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不会真碰上大家伙了吧？怎么样？浮台正下方大概8米的位置有一块东西，什么东西？金属结构件，很大，卡在了珊瑚群里面，少说20平米，跟你这块一模一样，同一种合金，表面裹了一层藤壶和海藻，但主体结构完整，没有断裂，没有弯曲。20平米本世界材料，如果捞上来，接上去，24平米基地，24个玩家名额。能捞上来吗？有难度，那东西沉在8米深，重量起码上吨，人力拉不动。但如果把浮板拆下来沉到水底，绑在金属板上，利用充气浮力往上拖，理论上可行。需要绳子，结实的，越长越好。还需要至少2个人下水帮忙。别看我，我不会游泳。你一个钓鱼博主不会游泳？钓鱼需要游泳吗？我做2上钓不行吗？我是钓鱼，不是被鱼钓。我下，水性还凑合，以前在嘉陵江摸过鱼。我也下。今天的任务变了，钓鱼先放一放，把底下那块东西给我捞上来。捞上来，每个人奖励50个时间点。绳子不够长，贺强，你的鱼线有多少米？8号线500米，拉力值40公斤，单股不够。以前在打捞队，船上的烂绳断了临时接的时候，用的就是这个手艺。流程只说一遍，听好。3个人下去，先把4块浮板拖到金属板底下。浮板本身有浮力，充满气之后，每块能拖大约200公斤。4块绑上去，总共接近800公斤的浮力。那块金属板多重？目测面积20平方左右，厚度3厘米上下。如果是这个世界的标准合金，1吨出头。800公斤的浮力拉1吨的东西，差200公斤啊！所以需要你们2个在水底推，我绑。头2米最难。金属板脱离礁石的瞬间阻力最大，过了这2米，上浮速度会越来越快。嘉陵江的水泡了20年，不白泡。下去之后听我的，不要乱动，不要慌。看到什么东西，先别管，干完活再说。什么东西？先干活吧。我真的不会游泳，没让你下去。 3个人下水搞基建，我1个人在上面钓鱼。我到底是来打工的还是来度假的？不止20平米，可能有25，甚至接近30。
绳子固定。老了，这比钓鱼累多了。这不是普通的废铁。什么意思？我见过类似的结构，这种接口是标准的功能模块安装位。这块板不是什么船体碎片，它是某种设备的底座。检测到新增有效基地面积27平方米，当前总有效基地面积31平方米，可召唤玩家上限31人。检测到基地组件帝国标准设备底座，开底座可安装兼容的帝国功能模块，包括但不尽下于。休息10分钟，然后继续干活。李峰，底下还有别的东西吗？有，那片礁石往外的区域还有不少金属碎片，大小不一，散得比较开。另外还有一样东西，岩壁上长了一种藤袍，蓝色的，会发光。我扯海藻的时候碰到了几颗。我操，这什么玩意儿？染上什么了？不会有毒吧？不像中毒的感觉，就是麻，指尖发麻。而且我在水下的听力好像变好了，8米深的时候，我能听到很远的地方有动静，不是鱼群那种碎碎的声音，是很大的东西在海底深处移动，沉闷的，持续的，像有什么东西在拖着身体走。下次进来，戴一副后橡胶手套，那种藤图，别用手直接碰。第二批27名玩家将于蓝星时间22点降临。谁踩我脚了？让一让，我鱼竿戳着人了！兄弟，你别挤了，再挤我就下饺子了！我操！咸的，真咸，这不是特效。别大惊小怪的，第一次来都这样。赶紧的，鱼竿备好没？这片水域大黄鱼跟不要钱似的，10斤起步，先钓几条找找手感。来了一批新韭菜，你少说2句，人家第一天，给点尊重。哼，我尊重，我非常尊重，我就是提前替他们激动。这个够用吗？1小时1升，有点慢。太够用了，先跑起来再说。李峰，带他们下去。任务：搜集海底所有金属残骸，不管大小，全部标记位置，能捞的直接捞上来。每上交1平方米的有效金属板，奖励100时间点。大黄鱼，8斤的，我操！巨物！顶住！顶住！我也来顶住！顶住！顶住！
危险！稳住，稳住浮台！换人！不换！我的鱼，谁都别碰我的杆子！来了！过来搭手，鲍鱼，帮忙！绝不跑线！150公斤，蓝鳍是鲸鱼，300斤的蓝鳍鲸鱼，我操，这是真的吗？录像了吗？谁给我确认一下录像开了没有？开了，开了，我一直开着的，都找不到了。兄弟们，你们知道这条鱼值多少钱吗？蓝鳍金鱼150公斤。录像给我，所有角度的全给我，帮忙免费，调录像要加钱。联系南海和北海的负责人，不要惊动本人，先跟他们的直属领导通气，他们的行踪我要第一时间知道。好的。还有，之前安排报名的人，一个都没选上吗？没选上，300多万人里选27个，概率太低了，而且筛选标准不在我们手里。那个发帖人有自己的挑选逻辑。一个能跨维度传送物质的存在，有自己的挑选逻辑，想渗透进去，对方不按牌理出牌，塞进去的人一个没选上，反倒自家2个现役军人被挑走了。巧合？还是那个东西知道些什么？再泡一杯，今晚别走了，等那2个兵上线回来的消息。陈局，海军司令部来电，南海舰队副司令亲自打的，问我们是不是在搞什么秘密项目，为什么要调他的兵？告诉他，不是我们调的，是他的兵自己报名参加了一个钓鱼游戏。就这么说？就这么说。然后约个时间，我跟他面谈，有些事情电话里说不清楚。进来吧。中将偷摸玩个游戏，惊动了3个中将。坐，放松，没叫你们来写检讨的。那个游戏，你们是自己报名的。报告首长。是。谁先知道的？报告首长，我是在杨世子平台上看到的帖子。我一个现役军人跟首长汇报说自己在网上看钓鱼视频，然后偷偷报名玩游戏，说出去能笑半年。进去之后，你看到了什么？报告首长，降临地点为一块约31平方米的金属浮台，海上四周无陆地，无已知坐标参照物，天空可见1颗太阳，但是在晚上却出现了3颗月亮，空气含盐量高于蓝星标准海洋环境约15%，风力3到4级，洋流方向西北偏西，浮台材质为未知合金，密度低于蓝星常见船用钢材，抗腐蚀性极强。有些金属我推测在水里泡了几百年，也没有出现腐蚀。平台上有蓝星携带的太阳能发电设备和便携式海水多左化器各1台，是玩家带进去的。推测出那个游戏世界里面，淡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NPC 呢？一个自称李七夜，外观为20岁左右的男性，身体状况较差，存在重度脱水和营养不良迹象。他分配了任务，让我们下水搜集海底金属残骸。报告首长，我和王磊被分在同一组下潜，水下8到15米深度范围内散布着大量金属碎片，材质与浮台一致。
你们认识这些符号吗？不认识。从今天开始，你们的任务调整，每天准时上线，该干什么干什么。NPC 让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暴露身份，不要刻意打探，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全部如实记录。下线后第一时间汇报，最好能带回来一块金属碎片。另外，今年的军官进修班，你们2个也参加。我一个2等兵，入伍3年，正常流程至少还要再等2年才有资格碰那条线，除非有重大立功表现。有问题吗？没有。那个世界可能比你们想象的复杂多。那些金属碎片上的文字，如果真的属于另一个文明，去吧，好好玩你们的游戏。我会和你们领导打招呼，日常训练可以不用参加了。是。老陈那边怎么说？他已经向更上面汇报了，但报告里没写跨维度钓鱼平台，写的是疑似空间传输现象的初步观测报告。语言研究所那边能分析出什么吗？不知道。但如果那些符号真的是一种系统性语言，而不是随机刻痕，等多收集一些资料，就能推算出每个文字的含义。那说明那个世界曾经存在过一个拥有完整文字体系的高等文明，而且那个文明已经毁灭了。男子声称从游戏里钓出300斤蓝鳍金枪鱼，鉴定结果让专家沉默。全景海洋游戏骗局还是人类科技的拐点？钓鱼佬的终极梦想还是新型诈骗？3位博主联合实证。元哥，我错了，我之前说你收广告费的，我道歉，我跪了。所以这真不是 CG， 那条蓝鳍金枪鱼是真的，300斤的真的。我朋友在周海水产市场，他说这条鱼马上要开拍卖会了。进群吧，拍卖马上开始。各位老板，货况已确认，竞拍开始，按轮出价，文字报价有效。80万，80万120，180， 210，一口价287万。我靠，280万！这条鱼的品相是我入行20年见过最好的，买回去不是吃的，是供着拍宣传片的。宝宝付，到账287万元。哈哈哈哈，香！太香了！你们听说了吗？全景海洋游戏里钓出来的那条蓝鳍金枪鱼卖了287万，真的假的？一条鱼200多万了！别说了，我现在就去报名。这游戏入口在哪儿？真正的问题不是这条鱼值多少钱，而是那片海里还有多少条。欢迎收看今日热点观察，接下来关注昨日热点分析。全景海洋游戏中钓出的一条蓝鳍金枪鱼卖出天价。华南海洋生物研究所称，这条鱼的进化路径和蓝星已知任何鱼类都完全不同。目前，这条被网友称为外星鱼的样本已经冲上各大平台热搜第一。与此同时，全景海洋游戏的报名通道人数持续暴涨，目前已经突破800万。不过，截至目前，最初发布全景海洋招募帖的账号背后是谁，仍未被确认，相关线索还在进一步调查中。谁念叨我呢？就这么点水，省着点喝。这味儿比矿泉水差远了。这次新增这么多名额，一定要规划好人员类型。终于出论坛了，新增这么多名额。竟然还招工程师！太酷了，还有内测认证，正好都来看看我抓的大鱼。这条鱼我带回来了，卖了，多少钱不说，怕你们睡不着。鱼是好鱼，就是尾巴带劲儿。我媳妇儿说了，下次再敢发她照片，蜀道山。这个颜色，这个体型，贺天帝，你别卖啊，留着配种。蜀道山了解一下。
路亚世界纪录保持者绝不空军的游戏初体验发送。大佬，真有这么大的鱼啊！论坛只是工具，3个新名额才是重点。蓝星时间22点降临。工程组即将到位，基地建设阶段开启。8万铁不稀奇，真正离谱的是信息密度。背景像大灾变后的海洋求生，封测玩家更像先头部队。现在主要任务是在海面上建设生存据点，真实度是天花板，触感、材质、浮力、重力全都不像假的。我下次进去钓了鱼带出来，有人要预定吗？5斤以上野生大黄鱼5万起，10斤以上东星斑20万，蓝池金枪鱼不管多大100万起收。预定人出价，到了，你得上到交易楼。玩家交易不用拦，正好拿来定任务奖励。10斤鱼，1个时间点，15小时287万，1小时19万，1小时19万。别说了，我去考焊工匠了。各位钓友，激动归激动，脑子不能不带。一条鱼卖287万，太像骗局了。鉴定报告编号可查 ，DNA 论文都出来了，没有官方背书，所有证据理论上都能伪造。不跟他对线，证据够了。我操，287万，真的假的？到账集图 ，PS 一张要多少钱？你让买家站出来说句话。再过20分钟，该上线了。晚上出来，带条更大的鱼，到时候不用我开口，鱼替我说话。气瓶满压，200把，够用40分钟。深度计校准了没？误差半米以内。钓鱼组11个人，位置不变，浮台边缘一字排开，间距不少于40公分。5元登纲领队。听到了，跟紧哥。来这儿第一条规矩，甩竿之前先看左右，别勾到人脸上。潜水组20人，李峰带3个人穿全套装备下深水，目标30里面。搜索帝国残骸，剩下16个人分4组，每组4人，带普通潜水镜和脚蹼，负责15米以内的浅层打捞。20根2.5的，够焊6到8个接口。老板，电源呢？太阳能蓄电池，功率够不够？你试试。应该够用了，家用电也能用，就是慢一些。老板，切割器带了，谁告诉我哪需要切？毛边全修平，碎片焊到主板上，
龙骨先生负责告诉你们汉哪。合金密度4.7，比铝合金重，比钢轻，弹性度不低于钛合金，但热传导细率出奇的低。这什么材料？李老板，现有结构最大的问题是连接点不够。你们之前用鱼线拴的，鱼线再结实也是柔性连接，浪大了一扯就散，得用刚性连接，焊死。后续如果还有金属板捞上来，我建议按6边形蜂巢结构往外拼。蜂巢结构分散应力最均匀，抗风浪能力最强。就按你画的来，焊工听你调度。扩建方案确认。来了。又是大黄鱼，能不能来点新花样？你有本事你钓条龙上来。龙没有，我钓条石斑行不行？上次那条老鼠斑卖了13万，那是23斤的。如果我能搞条40-50斤的，松手！松不松？他没松手，他妈的真没松手！肉身大窝，钓鱼佬的终极必杀，必须把鱼钓上来。那鱼有多大？能把一个160斤的成年男人拉着，以这种速度跑的鱼，起码上千斤。上千斤，最少。我操！为什么是蓝星的？方向记住了没？他往哪边去的？都是在高速前头30度。快给我一个录像，谁能看到他的方向？通讯器能不能录？看不见了。他通讯应该有自动录制，等他回来就有画面了。回来他怎么回来？时间耗完自动下线呗。那如果他时间点花光之前鱼没脱钩呢？还好有强制下线。干活，剩下的人继续钓，他的事不用管。游戏系统有保护机制。你绑这个干嘛？预防措施，我不想当第2个肉身打窝的。绑在腰上，那大鱼来了，你连人带杆被拽下去，区别就是多挂一根绳子。有道理。等一下，这回鱼要拖我走，除非把整个浮台也一块带走。你可真是个人才。大家伙，不对，怎么不对？这个切线方式不对，鱼拖线是一个方向跑的，你这个是直下去的。别硬拉。不是鱼，怎么判断的？没有挣扎的节奏，这个是匀速的，死沉死沉往下坠。不会是钓到粽子了吧？要不要切线？帮忙，顶住！什么玩意儿？拉上来，全体警戒。帝国标准接口，能打开吗？
有锁止机构，不是电子锁，是机械锁，应该是某种旋转解锁方式。这里需要插入匹配的钥匙模块，转90度，舱门就能打开。没钥匙怎么办？用这个。别急着切。里面有声音。什么声音？液体流动的声音，很微弱，但一直在响。再看看，有没有不用钥匙就能打开的方式？这里。紧急释放扣，军用设计都有这种东西，防止主锁故障，人被困死在里面。打开。我操！真的把粽子吊上来了！我操！我恋爱了！我觉得我蹲着不礼貌。你站着也不礼貌，你那个表情才是真不礼貌。你到底录不录？我在想我媳妇儿会不会看到。你录的是 NPC， 又不是你搞对象。上次拍了张女搭档的合影，她把我钓竿折了3根，其中1根7000的。我去，那你别录了。这个 NPP 太好看了，不录血亏。看衣着，应该是普通的渔民服。别杀我！求求你们别杀我！我什么都没有，我身上没有值钱的东西。他在说什么？他说别杀他。杀他？谁要杀他？我们是来救他的。我们是好人，我们不杀人，我们只杀鱼。你那个表情才像要杀人的好吧？他们不像要杀我，这种眼神像看到了美女，怎么可能 ？Hello, we are friendly。你跟他说英语干嘛？他又不是蓝星人。那我说什么？我就会英语和普通话呀。我太清楚自己长什么样子。这个世界，女人的美和丑就一个标准：实用。只有肩窄、胯窄、身材平平，整个人像一枚鱼雷，水下机动性拉满，这种身材才是最受追捧的。从小到大，部落里的女孩子就没少拿我开摔，说我这身材下水跟拖着2块浮板似的，还说我脸长没有棱角像河豚，所以绝对不可能是觉得我好看，肯定盘算我值多少。海盗就是这么干的，抓到人，先看能不能卖，卖不出去，再看能不能干活，啥都不行就扔海里喂鱼。禽兽，一窝禽兽！我爹说的对，海上漂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没人要杀你，别怕。你是第一？不是，漂流者，跟你一样。那他们是谁？海盗？不是海盗，故宫我雇的，他们听我的。你叫什么？伊婉娜。哪个聚落的？岩角城。岩角城，那地方离这儿不近，你怎么飘到这儿来的？海盗。被打了？什么时候的事？我不知道，我爹把我塞进这个东西里的时候，外面已经烧起来了。我爹是岩角城护卫队的人，2阶主播者。这个逃生舱是他年轻时在海里捞到的，一直藏在家里。他说关键时刻能救命，但只能救一个人。海盗来的那天晚上，我爹把我从床上拽起来，直接把我塞了进去。他叫伊瓦娜，岩角城人。他爹是护卫队成员，2阶主播者。去落被海盗攻破了。海盗？对。知道是哪帮人吗？还不知道。赶紧问啊！问清楚了，我们干他！你拿什么干？拿鱼竿抽？我可以用路亚尔砸他们眼睛。你清醒一点。一个2阶护卫都没守住，海盗实力不会低。你对这个世界的势力情况了解多少？你问这个干嘛？我在评估可行性，替岳父报仇这事儿到底能不能干？岳父？谁的岳父？当然是大家的岳父。你多大脸？人家 NPC 能看上你？我提议
先排队，一人1分钟自我介绍。选你个头啊！人家是 NPC， 你是玩家，钓鱼佬身份只有一个，遇到巨物就上，你管人家叫巨物？我在石油平台干了12年，没见过这种阵仗。我在部队修了8年船，也没见过。钓鱼佬的情绪变动不在计算范围内。这个怎么写报告？如实写，适当精简。哪部分？岳父那部分。安静！岳父！安静！岳父！都给我闭嘴！在场扣时间点。他是 NPC， 不是你们的相亲对象。谁再说岳父2个字，扣10个时间点。第二，他的聚落被海盗打了，他爹生死无名。这件事跟你们目前没有直接关系，但跟我有关。NPC 要吃独食，需要他提供这个世界的情报，海盗的规模、海域势力分布、帝国遗迹的情况，这些信息我都需要。伊瓦娜，你愿意留下来吗？有淡水，有食物。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他同意留下了第一个本地 NPC 成员，从现在开始，他的安全归基地管。谁把自己的备用衣服脱一件给他，他身上那件得换。我这个防紫外线，我这个透气。你们几个把衣服穿回去。我很丑，我的头顶是圆的，身材下水阻力很大，脸也一点棱角都没有。真的很丑。聚落里最受欢迎的是瑞姐，头尖的像毛，肩膀又窄，整个人像条梭子鱼。男人们看她的眼神，那才叫喜欢。那这群人要么脑子有病，要么审美有病，要么就是更变态。先换上，别怕他们，看着吓人，其实都是干活的。谢谢。老板，这 NP 是本地人。对。那他知道这片海域的情况不？知道哪儿鱼多不？他知道的不止这些。帝国遗迹，就海底那种金属残骸，比残骸大得多。他还说她是他们聚落里面最丑的女孩。我操，98的都长这样，298的那不起飞了？老妹儿，不是哥的要求高，是你不够优秀。我准备要888的，我也等888的，这98的让给你们。再讨论 NPC 长相，或者无故围观，每人扣除5个时间点。散了，干活了。那边安静，我有事问你。先把衣服换上。岩角城遇袭，具体时间是多久之前？在哪个方位？苍门父亲，我操！李老板，你是不是在刑讯逼供我岳父的女儿？什么情况？有人好戏看！抗议虐待 NPC， 我们要剧情分支，我们要接新的任务。我突然想起来，诱饵还没办，我鱼漂好像这热闹再看就不礼貌了。走。在这片海域，哭救不了岩角城，也找不到你爹。如果你想活下去，甚至想知道你爹的下落，就证明你的价值。我这里不留废人。大约是3个明暗周期前，方位在西南，顺着那条红色的暖流。兄弟们，李老板在标地图，这绝对是开启主线任务的前置剧情了。新地图要来了。袭击者的规模多大？有什么特征？很多，
至少有3艘经过重度改装的战船，船首装着巨大的金属撞角。他们主船的桅杆上挂着一扇黑色的旗帜，旗帜中央画着白色的锯齿纹路。黑色旗帜，白色锯齿，至少3艘重装战船。锯齿帮，锯齿帮活跃在西南海域的中型海盗团，行事残暴，靠掠夺底层偏学和游荡漂流者为生。首领最少是一名3阶冤化者，靠提纯冤化物质改造自身。那东西已经不算人了。3艘重装战船加一个飞人的头子，足够把我这50平米浮台碾成碎铁。距离海盗袭击岩角城已经过去3个明暗周期，按照顺着洋流扫荡的习惯，锯齿帮的战船很可能正在向这片海域逼近，需要加快速度了。你线都压我漂上了！都给我闭嘴！在朝取消内测资格，换别人进来。这个头领真帅，要是我男朋友就好了。这水好干净，比剧烈里的水干净太多了。继续干活。行了，小伙子，别比划了。你那动作看着要劫刃施法 ，NPC 明显心情不好，你惹他干嘛？老板，那哥们儿是不是已经重新建号去了？能被那种巨物拖着跑，死也是光荣的。他那根碳素远投杆是新款，如果他人没了爆装备，我出500块收那个轮子。你这就不厚道了。奔丧归奔丧，抢遗产这事儿得排队，我出501块。这帮人平时在蓝星就这德行，战友尸骨未寒，这就开始分家产了。你第一天认识钓鱼佬，他们老婆要是跑了，他们可能只会叹口气；要是鱼竿折了，他们能连夜打地铺哭一宿。壮志版显示在线，生命体征剧烈变动，心率160，未死亡判定，目标偏离基地15海里，当前静止漂浮。15海里，失去方向，胜错率几乎为0。完了，这哥们真成鱼饲料了。你要实在憋不住，就去海里吼2声。老板，听得到吗？我是巨物，我还活着！我操，这都不死！你丫肺活量2万吧，这都被拖出地图边缘了！我宣布，从今天起，你就是咱论坛的打窝真神！鱼跑了，那畜生力气太大，他一直往深水区扎，极限拉扯了半个小时，最后钩子被硬生生拉直了，脱钩了。但我没松手，我他妈的没松手，杆子保住了。行了，坐标确认，距离15海里。你目前周围环境如何？体力能不能撑到强制下线？周围环境，老板，别管鱼了，你们快看我的第一视角，这游戏他妈的有隐藏地图！申请接管终端设备视觉信号，正在建立数据链路，建立成功。往下看。我的老天爷！蜂窝状承重结构，太极合金的色泽，多维度的连接节点，这绝对不是沉船碎片，这是一座完整的沉没在海底的金属城市。老板，那里的材料只要能捞出1%，我们就能在海面上造一艘航空母舰的底盘。这是隐藏地图的开荒手刹，发财了！底下全都是帝国合金现成的功能模块，快快快，坐标在哪儿？组队下副本了！水深大约55米，普通水磁线收设备到了极限，需要混合器减压，而且这种复杂的废墟内部水流非常危险，但这块肉足够我们吃好几年。看清楚了吗？文字体系完整，建筑结构远超蓝星现阶段水平。如果能把这些资料送出去，这就不只是一个游戏了，这是文明等级的跨越。
里面会有那3样东西吗？只要能找到其中1样，基地就能发生质变。安静。我爱巨物，从现在开始，你的任务就是留在原地。如果水流把你带偏，想尽办法游回去。你现在就是基地的活体信标。收到，老板，我绝对不挪窝。卢谷先生，重新评估打捞方案，我们需要更大的承载平台。明白。林峰，检查所有人的气瓶储备。15公里游泳是不可能过去的，我们需要交通工具。我们有充气浮板，可以拼接成简易筏子，但15公里靠人力划过去效率太低。我们需要动力源。除了4块充气浮板和几十平米铁皮，没有任何动力设施。老板，水底下有东西在亮。巨翅膀。身体平贴救生衣，不要滑动，不要踩水，绝对静默，出一点声，我封你号。世界 BOSS， 这绝对是隐藏地图的区域 BOSS。那战船，那涂装，黑底白牙，妥妥的精英怪配色啊！是啊，这是什么外星科技，居然能在水底开船？李老板，发任务吧！对啊，给我们发武器，组团划水过去把它掀了，首杀奖励肯定是那艘船，抢下来咱直接有母舰了。对，掀个屁！你们拿什么掀？拿甲2去敲人家的合金装甲板，距离15海里，逆洋流。靠你们那几块充气浮板加2只手瞎划，半路就被难流卷进海底喂鱼了。伊瓦娜，看着我。那片废墟，你爹提过吗？提过，西南海域最大的帝国遗迹群，但没人敢往深处走，里面有常年螺流，而且是锯齿帮的拾荒场，每隔几个周期就去打捞废件。固定拾荒场，没动力的船进去会被水下的涡流吸住，出不来。固定拾荒场，复杂涡流。路线有了。咱们既然能把这铁皮拼起来，能不能继续往外焊，一路修桥修过去？不行，柔性连接和刚性焊接在这个距离上都扛不住，一个中等规模的浪就能把桥撕成碎片。那就是死局了。想去废墟，必须要有一艘真正的船，能破涌浪，有独立动力系统，载重量撑得住打捞做的硬质船体。缺一样，都别想。安全箱的格子，一次只能带1件物品，带不进一整艘船，这没得谈。但这片海里有这个世界上最硬的材料，而我们有跨越2个世界搬运零件的能力。没有船，就在这块废铁上，用外星的帝国合金做骨架，手搓一艘蓝星动力船出来。我操！老板，你是真敢想啊！可行，绝对可行。蓝星的船用衔绵机，结构紧凑，动力够猛。只要你们能带进来燃油发动机的核心部件、螺旋桨着陆轴和控制线缆，船体外壳用海底捞上来的帝国模块，这种合金密度低、强度高，连防锈涂层都不用刷。给我水下切割器和电焊枪，我能拼出一艘在5级海况下稳稳跑的登陆艇。切这玩意儿没问题，电管够就行。接缝能对上，我闭着眼给你焊出无损碳质山级别的油呢？发动机烧啥？这破地方有加油站，带油桶进来啊！安全箱塞个50升的特制柴油桶，安排几个人带进来，跑个来回绰绰有余。双线推进，李峰带潜水组继续下水，重点清理基地15米范围内所有潜水残骸。我要面积，也要建材。收到。龙骨先生，铜皮老谢，5分钟给我列出一份造船零部件的完整清单，精确到每一个零件，不能有遗漏。交给我。老板，
我好像不行了，我还会回来的。全景海洋内测公告 1.1 发布，区域开荒阶段紧急定向1号隐藏基地坐标已确认，距基地15海里。任务目标：横跨问我海域，执行深海遗迹打捞作业，启动代号方舟手操动力船计划。本次紧急开放10个内测名额，仅限以下技能拥有者：1. 机修搬运兵，力气大，6小时内能按清单采购指定零部件并带入游戏。报酬：大量时间点，帝国科技图纸，稀有照例品。第11秒，评论区服务器直接被冲穿。战船，蓝星发动机驱动外星合金。策划：我能把5号时空光的发动机拆了塞进去。这个不钓鱼馆游戏标识吗？怎么又变成科技航海游戏了？在线等。局长，目标发布了新招募帖，招什么人？局长，目标发布了新招募帖，招什么人？机修工和搬运工，他们打算在那个世界里自己造一艘动力船。才第4天，他们已经在尝试在一个废土异世界里搭出蓝星工业生产线的雏形。给王磊和陈东阳下指令，全程参与造船计划，不许缺席。那艘私船每一个结构件怎么拼的，每一条焊缝谁焊的，我都要知道。还有最后30秒就要回蓝星了，别他妈抢我的鱼！那条红堤是老子亲手钓的。兄弟，挤一挤，我这半块废塔皮你帮我带出去，出去按废品价2倍收。放长线才能钓大鱼，放长线才能钓大鱼。我需要蓝星的工业设备，咸电机、发电机、结构钢，甚至是武器。光靠几个钓鱼博主在水产市场卖鱼换的那点钱，撬不动真正的蓝星重工体系。但这种东西可以，只有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超凡材料送进蓝星国家机器的实验室，才能让那些真正掌握资源的人心甘情愿地把海量物资倒贴着往这块破铁皮台子上砸。想借别人的力，就得舍得先把甜头递过去，这道理钓鱼的人都最懂。时间到，全体下线。他们去哪儿了？回家了，明天他们还会来。去睡觉吧，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报告。进来。潜伏任务第2阶段结束。坐。东西带出来了。密度比水大，但上手的重量感完全不对。表面没有氧化层，这种纹路不是铸造出来的，像是在分子层面直接排列生长的。老李，别废话了，赶紧拿去切个角，做应力测试和声学反馈。这块碎片 NPC 没有蓝，没有，他不是没注意到，是看见了，然后选择不管。默许，有可能这种物品不重要，也许这个叫李七叶的系统管理者比我们想的更懂得做生意。继续，把这次进去的所有收获全部说完。这是什么 ？NPC？ 这建模不是建模，局长，那是活人，有体温，有呼吸，眼泪的盐分，瞳孔对光线的收缩反应，肌肉的微表情，全部符合人类生理学特征。那个世界有原住民，而且从他被塞进逃生堂这个行为来看，他们正面临灭顶之灾。这是一整座城市，在海底50多米，这种承重结构在这个水压下居然没有丝毫变形，不可思议。局长，这就是 NPC 提到的巨齿帮。目前我们在游戏里面面临的一波实体威胁，不造船，我们到不了那片废墟；而在开阔海面上碰上这种东西。陈局，结果出来了，粗测，只是粗测。说，这玩意儿根本不归蓝星材料学管，我们用高压水掏切了一丝下来，抗压强度是我们目前最顶级潜艇特种钢的10倍以上，导热系率低到我们的仪器差点以为自己坏了。更离谱的是声学测试，我们把金属残块扔进标准水扫，用最新型声呐去扫，声波打上去没了，不是反射弱，是压根儿没有回波。意味着用这种材料造的潜艇在水下就是个绝对的幽灵，永远不会被探测到。没错，这还只是最基础的合金残片，
如果是那些完整的功能组件呢？陈局，这不是游戏，这是一个至少从领先我们几百年的文明遗迹。视频里那艘战船用的也是这种技术，大概率是。但局长，我们发现了可能比这种金属更要命的东西。NPC 叫它冤化物质。李峰在水下徒手碰了这东西之后，指尖出现蓝光，而且他的水下听力发生了极其夸张的增强，他能听到几公里外的声音。NPC 当时的反应非常激烈，原话是绝对不许再碰，否则会失控。另外，根据 NPC 之前透露的信息，似乎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提存这种冤化物质来强化自身。这是一种我们从未接触过的，直接作用于人体的超凡物质。第一，基地最高级别生化防御实验室立刻进入1级战备，抽调全国最顶尖的生物学、基因学、病毒学专家，组建专项公关组。我不管他们现在在干什么，3天之内全部到位。第二，你们下次进入游戏，想尽一切办法，用最安全的容器给我带回来，哪怕指甲盖那么大的发光海藻。同时，绝对不能让这种东西在失控状态下流入任何民间玩家手里，一片都不行。第三，全力配合李奇野的方舟计划，那片海底遗迹我们必须拿到手。等等，那个 NPC 对你们的造船计划有没有提什么限制条件？没有，他在招募帖里的原话是：只要你们能塞进安全箱，随便怎么造。这个人要么是个疯子，要么比我们所有人都清醒。什么？热搜榜第1，蓝星科技首破外星战船。让他们去虚拟世界扮演剑客没兴趣，但用蓝星发动机配外星合金亲手搓一艘动力战船，这帮人的肝当场烧到曝光。龙骨老先生发来的清单我看了，雅马哈40马力2传速显有机，就这，我们要面对的是能在水下的敌方战船。40马力，你是过去给人家送外卖吗？最起码上柴油直列6缸，可以测试一下发动机算不算一个物品。你们这帮疯子，燃油怎么办？没龙骨没船壳，光有发动机开什么？不需要龙骨。外星帝国合金的降拉强度是蓝星特种钢的好多倍。什么？这么强？我要去异世界焊船！老子的焊工证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妈的，我做梦都不敢这么编！他们还会来吗？会，而且这次他们会带一些你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东西。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你看。他们来了，零件全部放下来，按编号排好。谁他妈敢给我放错位置，我拿焊称烫他！我操！你们来真的啊！老谢，切割机开起来。老罗，焊枪调到最大功率。今天让这个世界的土著们开开眼，什么叫蓝星内燃机的咆哮！你老罗还他妈！第一步，切出3块标准板2米乘1米，作为船底主颅骨基柱。老谢，你先来。蓝星工业级设备，修了8年船，闭着眼都能走直线。看好了，新人们，前辈给你们示范什么叫一刀到底。这啥颜色？蓝星的铁能冒蓝火星。我操！真是暗器！别废话，让开！这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材质？我在蓝星拆过几百辆车，什么钢、什么铁、什么钛合金，我没见过。这东西，冰的。老谢，继续，该怎么切还怎么切，刀片的消耗我来想办法补。小事。海军修船8年，鱼雷炸穿的驱逐舰底板我补过，台风掀烂的登陆舰脚板我也补过。红皮老谢这名儿就是那时候叫出来的。我的手烫不烂，砸不坏，一块外星铁皮而已，无非费点刀片。
切面，这质感像切开外星年糕。第一块下来了，后面2块还得1个半小时。切另外2块前先歇10分钟。你们几个把板子抬过去，送老罗那边焊接。这他妈多重啊！至少300公斤，密度4.7，3公分厚，还是少估。来了，看好了，孩子们，看好了，孩子们，输给你们表演一个。我的狗眼，谁给老罗通电了？闭嘴，别挡我光。漂亮，这均匀度上超声波也挑不出毛病。那必须的，渤海3号平台的海底管线，我焊了1600米。完了呗，这船还造不造了？这焊条都焊不住，还怎么弄？3年5年，我就说造船不靠谱。你闭嘴！要不用胶带？我看广告了，飞机都能粘住。你粘个头啊！水下一炮就开了，你粘个寂寞。我就给个思路嘛。你那思路还不如用鱼线绑。问题出在表面地性层。蓝星所有焊接技术的原理本质上就一个字：热。用高温融化木材和焊材，让两者在液态下混合，冷却后凝固为一体。但这种帝国合金在分子层面有一种我们从没碰到过的地性保护机制。它不是不吸热，热量能传进去，但传进去的同时，合金表层的分子结构会自动重排，形成一层致密的非活性界面。说人话，通俗的讲，你往上面倒多少焊料，它表面都不接受你。焊料以为自己跟补料人为一体了，其实底下隔着一层透明的墙。焊接走不通，那就改铆接。只要能在上面钻出孔，就用螺栓把2块板子锁在一起。卢谷老爷子，我焊了30年，我承认这次焊不上，但你跟我说用铆接，拿螺丝把传导板拼一起，铆接的强度比焊接差了不止1个档次。蓝星材料的数据拿到这里套不上，正常情况下铆接确实不如焊接，但你得看铆的是什么东西。这种合金的硬度和韧性组合是最适合做铆接的材料。螺栓孔一旦钻出来，孔壁就是永久完美的成立面。同一种特性，焊接时是敌人，铆接时就是朋友。工程学的本质不是跟材料较劲，是顺着材料的脾气干活。行，那就干。老谢，你的切割器还能用吧？省着用，够切完今天的量。你现在的任务，在这2块板子的对接面上，每隔15厘米打一个螺栓孔，8毫米口径，要圆。用什么钻？用这个。这钻头打蓝星钢板够用，但打这玩意儿估计也是崩，那就崩着打，崩一根换一根。我带了20根进来，够了。没事儿，20根够打20个孔，2块板子12个螺栓点，还有富余。打完了。测试。你们干嘛呢？鱼都被吓跑了。紧的跟灌了水泥似的。牛逼！我就说龙虎老爷子不会坑我们。这回不焊了。
汉不上不丢人，你那汉凤真的漂亮。换蓝星任何材料都是无损动静级别，只不过对面太变态了。你少安慰我。但下次要是能想出办法让这东西被焊上，第一枪还得是我来。放心，跑不了你。不错不错。对，这里需要修改。老五，你说这船造出来之后，到那个废墟附近钓鱼，能钓到啥？不知道，但那片海域水深50多米，意味着大鱼种群的概率翻倍。那条拖走我爱巨物的家伙，就是从那个方向来的。不管它有多大，我都给它拉上来。那我帮你抄网。这是有完整符文的帝国金属板，必须偷走，不能被发现。我们的合金不可能靠蛮力加工，没有热砂根本融不开，这是常识。任何一部慢半拍都会前功尽弃。这些人是不是比帝国铁匠还厉害？伊瓦娜，你刚在看他们造船，你看出什么问题了？你们的南河方式坏了。对，蓝星的焊接技术不适用于帝国合金，铆接可以解决基本结构问题，但做不到完全密封。水会从螺栓孔和板缝之间渗进来。岩角城的铁匠怎么修帝国废舰？热砂采集和使用是聚落里最重要的财富，父亲说过绝不能告诉外人。可聚落没了，我可以告诉你，但你不准告诉其他聚落。我答应你。那热砂从哪儿来？斐流带，斐流带边缘海底火山口的沉沼物里能筛出来，但那里非常危险。岩角城每年都会去挖热砂，每次都有人回不来。如此有经验的团队都遇到了麻烦，必须谨慎行动。看来要做好记录。信息已录入。热砂吗？看来有希望了。后卫对上了。这边别显摆了，板子都快让你盘冒烟了，眼珠子还往人家那边飞呢。你少装！刚才谁扳手都拿反了，还往那边瞄？你也爱看，装什么正经人？奇怪，这些男人的攻击性似乎低得离谱。在岩角城能人这样吵起来，下一步就该打起来了。这群人不一样，虽然他们也会争吵，但是他们像是被某种看不见的规则拦着，只要那条规矩一压下来，他们就会把怒气收回去。我口味都对上了，就等这一把。你俩要是再闹 ，NPC 就把你们时间缩短成每只剩半刻钟。不，你那边急，你先用。在这些异族男人眼里，好像有些东西比命还重要。我不明白，但我开始觉得这里至少是安全的。他们看我的眼神不像岩角城里那些蛮奴隶的人，更像是在看很珍贵却不准被抢走的东西，这更奇怪了。按族里的审美，我明明是最丑的女孩，也许他们的眼睛有毛病。
哎，你看，我去，连续在线3天多了。核心港开夜间权限了，现在能24小时在线。造船计划圆满成功。船呢？这就是船？这长得也太赛博朋克了。赛博个屁！我看它像一口棺材装了个马达。你管它像什么？能跑就行。要不要试车？我真的很想拉一下那根启动绳。今天先不试。玩的事明天再说。王磊，陈东阳。过来一下。干啥活啊？船都造完了，钓鱼。你们俩在蓝星叫什么军衔？什么军衔？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王磊，男，27岁，个人信息完全真实，没有伪装，对吧？陈东阳，男，25岁，你比王磊紧张。你每次下线前都会在水下多待30秒，摸一块带帝国文字的碎片。你以为没人看得见？系统会记录所有玩家安全箱的进出物品，你们带回去的每一块碎片，多少克，几道纹路，从哪儿敲下来的，我都知道。你们的头盔通讯全程录像，我也知道。龙骨先生的方案，老谢的参数，帝国文字的照片，你们录了多少？我没拦你们，一次都没有。你想要什么？我需要一份东西。你到底是谁？这份图纸是真的。你们带回去的合金碎片检测报告，是不是把实验室脑子都烧了？这只是最基础的。在海底城市里，有更先进的声纳系统、能源核心、通讯枢纽，甚至有折叠传输物品的技术。但它现在被锯齿帮霸占着。我需要武器，你们需要技术，这笔买卖公平。我们做不了主。我知道，所以你们带回去的不只是这份图纸。明天的招募贴里，我会额外开放10个名额。不用藏着掖着了，带专业人员进来，测绘也好，采样也好，评估也好，做你们该做的事我不拦，但武器必须跟上。让你们上面的人在报名备注栏里填上9527这个数字，我会直接放行。不用藏着掖着了，带专业人员进来，测绘也好，采样也好，评估也好，做你们该做的事我不拦，但武器必须跟上。最后一个请求，我们需要带走1克，哪怕1克那种发光的冤化海草，作为医学样本。你知道你在要什么吗？那东西不是标本，那东西是打开潘多拉盒子的钥匙。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废海之后的1200个潮汐周期里，有一部分人类掉进大势了深海，却没有死？他们变了，渊能改造了他们的身体，骨骼变硬，器官变异，皮肤生出鳞片，颈波长出鳃裂。他们可以在3000米深的海底呼吸，可以在暗无天日的渊底活得好好的，但他们不再是人，至少不再是你们理解的人。有可控的使用方式吗？没有。在这个世界，渊能的注入和转化全凭运气和体质。运气好的获得力量，运气差的变成一坨没有意识的肉块，沉进海底。而且就算是运气好的那些，每一次渊能侵蚀都在改变他们的基因，用的越多，改变越深。等你发现自己停不下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被渊能改写到回不去的程度了。中了，老子又中了！
贺天帝，这条至少50斤，你来帮我，不是让你帮我抄网，你在干什么？我在看你会不会被拖下去。你们蓝星的实验室条件比这个世界好得多，也许你们能找到安全的使用方式，也许不能。但这是你们的选择，不是我的。装了一小节，3条规矩：绝对不能打开这个盒子，除非在你们最高等级的隔离设施里；绝对不能让冤化物质接触任何生物体，除非你们做好了善后准备；绝对不能扩散，我怕整个蓝星会被它污染。收好。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希望看到武器，否则这种级别的东西就是最后一次了。放开他！你压到我的备用线组了！你管线组不管兄弟是吧？线组比你贵。你们是来钓鱼的，还是来演马戏的？鱼，我的鱼还没放进箱子，谁动了我的特制螺丝刀，老子带出去还要用的。你带螺丝刀出去干什么？回去继续改摩托车啊！你以为我从哪儿拆的发动机配件？是活性样本，不确定。目标方声称是冤化海藻，一种寄生在深海礁石上的发光物质，接触后可能引发生物体不可逆变药。不要打开，先做外部辐射扫描和磁场检测。通讯器。小陈，吴老，这个图纸上那个波导耦合模块，我们现在的同类技术是用介质透镜做光束聚焦，对吧？是。这个东西没用透镜，它用的是一种多层嵌套的声学超材料结构，让声波在传播过程中自动收缩到目标方位。换句话说，我们的声呐是靠计算把邦说指过去的，它的声呐是靠材料的物理结构让邦说自己长过去的。计算可以被干扰、被欺骗、被对抗，但物理结构不可以。用这种技术做出来的声呐，原理上不可被干扰。领先多少年？如果这个声学超材料结构是真实可制造的，不是纯理论设想，那么保守估算70年。70年意味着技术代差，谁拿到这个东西，谁就掌握了下个世纪全球海洋的绝对控制权。而这还只是一张基础原理图，只是初级的、基础的、入门级别的那座海底城市里的完整系统。如果真的存在，会是什么级别？他的要价呢？开什么玩笑！向境外非主权机体出口制式军火，哪条法律允许？哪条规矩支持？谁来批？谁敢批？它不是境外，严格来说，它不在任何国际法框架的管辖范围内，因为它所在的世界在我们的定义体系里根本不存在。另外，他给了我们5个名额，备注栏填9527就能进。他知道我们在监视他，从第1天就知道。他不但没有阻止，还主动给了我们合金碎片，让我们带出来检测。现在他给了一份足以改变蓝星海军格局的声闹图纸，附赠一份冤化生物样本，换取的条件是一批轻武器。诸位，这不是军火交易，这是一张入场券。
陈局，这图纸上的波受合成算法领先我们至少70年。给我1架直升机，我现在就要去东海舰队。距离游戏开服还有14个小时。我是陈素叶，4号仓库的预备库存清单调给我看。伊婉呢？在。眼角城的铁匠最好的那个是几阶深潜者？3阶，破流者。能在多深的水下作业？50米左右，再深就不行了。水压太大，手会抖，hand不准。热沙采集队呢？队长是几阶？4阶，预潮者，全区落就他一个4阶。以前就他一个。方舟计划已进入最终阶段，基地自造动力船明日首航，现开放第3批次内测名额10人。啊！波束合成阵列。这是相空阵声呐，可它的波束合成算啥法跟我们的完全不同。这种兔步结构，再放一遍。频率特征，17到23赫兹之间，窄带，非自然源，但信号强度太弱了。调并度只有-3分贝，我没法给出尽信判断。海神级，海神级，某超级大国最新一代攻击型核潜艇，排水量14000吨，自然循环反应堆配泵喷推进器，静音性能号称大洋黑泵。上一次他在西太平洋留下确切踪迹是11个月前，那回蓝星3个大国的反潜网络联手搜了整整72小时。最后只在飞猴海沟附近发了到一段不到2秒的尾流噪声。这东西要是进了东海，大白鲨游进自家鱼缸，多大把握？感觉。通知济南号和烟台号进入反超待命。P8 巡逻机例行巡逻加密到每2小时1架次，不要惊动它，先确认。现有声呐在冲绳海槽这种环境上锁定海神级精确位置成功率不足15%，温跃层、洋流地形。3层干扰叠在一起，已经快把现有声呐的物理极限榨干了。方廷正，到港务楼来一趟，有个东西需要你亲自接收。什么东西？过来就知道了。把你最好的声道纪元带上。我出去一趟，有异常直接上报战区。方参谋长。我要借你的 P8 巡逻机用一下，不是整架飞机。我要把这个东西接进你们巡逻机的声呐浮修数据处理系统。什么东西？帝国初级声呐算法的蓝星适配版。47个小时，我带12个博士生没合过眼，把那份图纸上的波受合成逻辑翻译成了蓝星能跑的代码，核心算法跑在这上面。接口协议我们做了适配层，可以直接吃声呐浮条的原始水用器数据，性能提升多少？你现在的被动声呐系统，在复杂海况下对海神级的探测概率是多少？10%到15%，看运气。接上这个之后，具体数字我说不好，但在实验室用模拟数据跑出来的结果是，画面
什么画面？不是光点，不是波形，是画面。它不分析回波，它直接利用海洋环境里的天然噪音、洋流、温差、生物声、地质活动当探测信号源，然后通过那套算法把所有噪声的传播路径逆向还原，在3维空间里重建一个声学透译图。你是说，海神级核潜艇在装了这东西的巡逻机面前，大约等于，也就是一块会动的废铁。李院长，跟我走。怎么样了？供电正常，数据料握手成功，算法核心初始化中。体长110米，宽14米，双壳体结构。23年，我一直在追水下的影子，它们总躲在噪音、洋流和温跃层后面。多数时候，我只能盯着几个模糊亮点，靠经验去躲。可现在，它就清清楚楚，连挺身凸槽的反射特征都看得见。坐标北纬27度，东经127度，深度320米，航速0.3位，几乎静止。济南号、烟台号，目标确认，海神级攻击型核潜艇1艘，准备行动。报告长官，2艘军舰正在靠近，我们可能暴露了。怎么可能？海神的静默隐秘可是顶级的，立刻规避，下潜，躲起来。济南号、烟台号调整航线，品字形包抄。告诉他们不用开主动声呐了。坐标，我实时给。这不是攻击，这是最后通牒。我知道你在哪儿，也能打到你。上来！上浮了，成了，真成了，漂亮。叫前方过来。是。这是你此次的任务。首长，这难道是游戏？你就当它是游戏，把清单上的东西交给他，听他指挥。允许动用实弹，允许。交战规则：服从 NPC 指令，保护他的安全为首要目标。出发时间：今晚6点。晚上？蓝星时间晚6点，对应那边天亮。新增5个内测名额，限时开放，10分钟后关闭。我没看错吧？限时开放。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去！1000万人预约，5个名额，你们打发叫花子呢？建游戏公司公布办公地址，我们组团去送锦旗。上面绣吝啬鬼、本鬼6个大字，我要取消预约，看不惯这种饥饿营销。凭什么就5个名额？老子真生气了！这群人都不动脑子的吗？基地面积才多大，也装不下这么多人啊！核心矛盾不是多少名额，而是基地扩建的速度。这些人连这都看不明白，真可笑。好家伙，真热闹啊！我们应该冷静分析的好吧？这么吵有什么用？对啊，你们想想，海上平台就那么大，也装不下这么多人啊！我不管，老子就是生气！最重要的是帮助 NPC 扩建平台啊！你们傻！这是基地新 NPC 叫伊瓦娜，好像是从海底捞出来的。我去了！等一下，你让我缓缓！我操！这建模也太牛逼了！我不信这绝对是实拍，是 P 的。我是摄影师，看了3遍没修，光影投射方向和环境一致，皮肤纹理放大后肉眼可见，这是纯天然无添加的脸。我操，权威认证啊！我的天，居然是真的！等等，他穿的是一件男士白衬衫，直男随便给的那种。有人能带好看的衣服进去给他换一件吗？白色衬衫太大，浮台昼夜温差大，不要给他准备个外套。
衫目测 XL 码，它穿上去跟麻袋似的。谁家 NPC 穿麻袋啊？有没有姐妹一起进游戏的时候帮忙明带进去出钱？我出1万块就带一条裙子进去，有没有内测玩家接单？1万块带一条裙子，你认真的？认真的，加我现在转。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开的直播，也没人知道他用的哪个平台的小号，只知道当天晚上9点半，一个叫变态说车特别版的直播间突然冒出来，直播间人数从200涨到2万，用了3分钟。家人们，今天不聊车，聊一件正经事儿。你们都看过帖子了吧？基地有个女 NPC 叫伊瓦娜，对，就是你们刷屏那个。昨天我带了一个橙子进游戏，放在她面前，她当时的表情，怎么说呢？是那种特别震惊，说明这种水果她可能见过，但是她可能这辈子没吃过。那个游戏世界陆地都没有，淡水都喝不上，更别说水果了。所以我打算下次进游戏的时候，在橙子上写上给他送礼物的大哥的名字，亲手递给他。这个 NPC 就会记住大哥的名字。打赏通道已经开了，一个跑车，一个名字，先到先得。今晚限定5个名字，毕竟橙子就那么大。等一下，夜雨寒江独钓翁这个名字太长了，哥，您能不能改个短点的？猫哥，你是我见过最离谱的中间商，赚差价赚到异世界去了。一个裙子成本不到1块，写上名字卖16000，这投入展出比搁哪个 MBA 课堂里都是满分案例。他真的能把橙子带进去吗？安全箱就1格呀，装了橙子，他鱼竿和装备怎么办？家人们放心，我鱼竿早就留在游戏里了，安全箱空着，装橙子，一点问题没有。今晚6点出发，目标环境是一片无限海域，活动平台是一块30多平方米的金属浮材，水下可能有大型未知生物，体长超过50米。听 NPC 指挥，保护 NPC 安全，他让打什么打什么，不让打的别碰。这 NPC 谁啊？装箱、检查、睡觉，剩余的物资会有人替我们带进去。我胡汉三又回来了，哥几个想我没有？你还活着呢？我不光活着，我还游了3海里。你知道被一条100多米的巨鱼吞进嘴里什么感觉吗？就那个嘴巴站起来能塞一辆公交。鱼呢？跑了。哦，你哦什么意思？你什么态度？我被一条鱼拖了15海里，15海里你知道吗？你游一个试试。空军。你说谁空军？你再说一遍，你全家都空军。没说你，说我自己，但你也确实空军了。你信不信我？你们2个安静。无危险。各位新来的玩家，你们搞你们的，不影响。这几个是新来的钓鱼佬？不清楚。秦风，在。这玩意儿真能带进游戏？这游戏开武器摸得了，真的95能开火那种？我就看看，摸都不摸。
速报，今天基地来了5个新人，是兵，真正的兵，带枪的那种。我能是什么威胁？我拿路牙杆还能宠人不成？你拿路牙杆捅过贺天帝？后续物资分批带入，陈东阳和王磊的安全箱今后改走军用补给。够了。第1条规矩，枪不许瞄任何一个蓝星玩家。第2条，没有我的命令，不开火。第3条，15海里外有一座帝国废墟，废墟上方有武装海盗。那些海盗毁了一座叫岩角城的巨流，杀了很多人。哥们儿，你这皮肤哪儿买的？仿真度绝了，连枪油味都有。能借我拍张照不？就1张，发论坛稳涨10万粉。惹他们干什么？没看出来吗？那是专业打架的，咱们是来钓鱼的，各论各的。那也不公平啊！这要是遇到了 BOSS， 咱们拿什么 DPS？ 秦风，在。无人机起飞吧，看看周围30海里的情况。自检完毕，风速3级，环境电磁干扰极低，定位系统赖线，切换纯惯性导航和光学特征匹配。升空。我操，真飞了！这是真家伙啊！这游戏怎么越玩越硬核了？还可以带无人机，下次我也带。这里没有信号，你准备盲飞？那算了，还是把我的电鱼器带进来吧。最近钓鱼的人太多，老是空军。这个主意好，我家里也有电鱼器。神秘大佬带特种无人机进场，即将开启上帝视角。这消息告诉群友，他们不得狂喜。这素材够我在群里吹1个月的。高度1000米，画面稳定。继续往远处飞行，调整焦距，环形扫描。等等，那是什么？看旗帜，像是铁巢联盟的下属势力，确实是铁巢联盟。人口多少？我听父亲说过，常住人口大概80万。80万，这意味着完整武装、超凡者规模和完善的统治阶层。这座城看来是个巨大变量。老大、老板、叶哥，别他妈管天上飞的了，看底下，水下30米有大货，超级大货，是个完整的帝国科技造物，底座比咱们福台还大1圈。完整的，一定要想办法弄上来。拉不动，太沉了，这玩意儿密度不对劲儿。我们挂了6块充气浮板，全充满气，它连晃都没晃一下，起步5吨往上。是模块接口，你看那些符文旁边的凹槽，标准的帝国6项能源接口，这绝对是个大家伙，可能是系统提过的区域物品传送器。传送器能传快递，这不就是网游里的驿站吗？必须拿下呀！水下组，找着力点。不行，礁石卡得太死，越往上拔卡得越紧，除非把两边的礁石炸开。我们没带水下破拆工具，我下去看看，并且我带了柔性炸药，也换了衣服。前挖云突击队兵王，自由前纪录保持者。这动作满分，我给他打82分，剩下的18分我以666的形式送给他。真专业啊！快有炸了！漂亮，结构松了。
那是什么声音？像心跳。别往下看了，加速拉升，全体上浮。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啊！这种加工精度，蓝星的机床再进化20年也造不出来。这就是隐藏商人据点，能买装备不？能买武器不？老先生，这玩意儿怎么开机？不对劲，它这是纯物理的能量交互结构，咱们的技术没法驱动。接个电试试。跨幅充电不偏容，死心吧。冤化物质。他需要那个，需要什么？伊瓦娜，你详细说。也就是你们说的发光的蓝藻，如果只是最低级的激活，把鲜活的发光蓝藻揉碎了滴入凹槽里就可以使用了。早说啊！刚才下面礁石上长了一大片呢，兄弟们，抄家伙，下水薅草！站住！忘了上次李峰碰那东西的下场了，那玩意儿是活的，带有强烈的冤能辐射，徒手碰，轻则肢体变异，重则基因崩溃，直接变成深海怪物。陈局长的第一道死命令就是带回冤化物质样本，现在碰都不能碰，这任务还怎么做？岩角城以前有采集队，他们说只要工具里混入3成以上的帝国合金，就能完美隔绝那种辐射。老罗，老谢在呢，干活，把报废的帝国合金板解碎，混上不锈钢管，手搓几把长柄家具出来，能干不能干？哼，瞧不起谁呢？给我15分钟，我让外星人知道什么叫蓝星手工业。队长，这些人到底什么成分？这执行力快赶上后勤保障团了。别小看这些普通人，规则一旦允许他们释放天性，比什么都可怕。防放射拾取前 1.0 测试版，更性绝对够。看哥们儿给你们表演个深海割韭菜。老大，看到了，看到了，好大一片蓝光，绝品资源点啊！我操，这草他妈的长腿了，还咬人！救命啊！快录像，怪爆攻了，这肯定是稀有精英怪。需要多少？我不太清楚，随着能量注入，应该会有显示。哪儿来？海藻下面，活的那种。这种海藻周围会有小型渊能生物，大一点的都在100米以下。活的。渊能海藻储存渊能，很多渊能生物都吃它。真正的渊能核心藏在那些生物外壳上或者体内。别管我，录像别停！有没有掉落？有没有经验值？闭嘴！李峰，情况，一共7只，附在礁石缝里。刚才爆炸把它们惊出来了。甲壳类，触手有倒刺，分泌物有腐蚀性。能打吗？能，我怕他们跑了。水下射击没用，让何清下去。这动作满分，我给他打82分，剩下18分我用66送他。哥们儿别慌，援军来了。这是什么人形水鬼？哪个服务器的？挂呢吧？抓到第1只。有腐蚀，注意蓝色分离物，立刻把合金钳间距拉长半步。我的脸，我的帅脸！这边3只已控制，
打完了，就这，我还没看够呢。有没有掉落装备？什么背包？这是写实游戏，掉落就是尸体本身。家人们，现在看到的是全部手杀精英怪珍贵画面。这些生物离水后生命活性正在快速下降。让我来试试这些寄生生物离水后的真实脆弱程度。啊！快看，它在流！别碰！你疯了！不要命了！什么都想碰！有反应，能量识别成功。他在苏醒。警告：检测到接入未加密区域网络，身份正在被识别。等等，隐藏身份登录，隐藏真实身份。标签初级邮商，信号源模拟通讯传。大功告成！居然有这么多物资可以换。多孔结构能浮在水上，这就是福利材料，正好是我们最缺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汇率怎么算？蓝星10块钱小瓶白酒，在这里竟价值一个漂流者数月的淡水。人命竟还不如一瓶酒值钱。蓝星最普通的消费品，在这个世界或许都是足以改变局势的战略物资。3座有能力接入这个区域网络的大型聚落。咦，这价格什么结构？这玩意儿红烧好吃还是清蒸好吃？有没有考虑过它辐射超标？你坐的位置不太安全。痛觉调到最低，辐射伤害触发了也感觉不到，影响不大。25平米气泡岩板，按交易所挂牌价算500水点，等价交换。哼。这他妈是什么？空间折叠技术？哪来的？买的。用什么买的？水。一瓶矿泉水，在这个世界值多少钱？这就是那个福利建材，25平米，多孔闭合气泡结构，比轻式混凝土还轻，天生的浮力模块。能承重多少？单块保守估计1吨，25块拼在一起，25吨承载力。但光有浮力层不够，气泡岩板当地基，往上盖东西得有框架。用帝国合金太费材料，所以框架不用帝国合金。那用什么？普通钢铁，初始4平米平台上的那种钢铁就行。李总，你看这儿，底部浮力层用气泡岩板拼在一起，用螺栓锁死就行。上部框架全上普通碳钢。普通碳钢在盐水里撑不了多久，不需要撑多久。核心受力件和水线以下全部用帝国合金，水线以上的框架拿碳钢搭完，外面再喷一层防腐蚀的漆，里面锈不锈无所谓，结构强度够用就行。你那个交易系统上有没有普通钢铁？有。什么价？每吨200水点。帝国废钢标准级多少来着？1800点，差了9倍。买10吨普通碳钢，2000水点，够我搭2层框架，再带一个简易屋顶。省下来的钱用来扩大基地面积。练习室海水带火器1天24升，折合240水点，扣掉基地和伊瓦纳的每日消耗，再加上洗漱，剩不下多少？照这个速度，想攒够下一批大龙采购，至少半个月。太慢了。刚才翻交易列表的时候，酒类价格吓了我一跳。500水点100毫升，1升5000，一桶20升就是10万水点。蓝星超市里不到200块的东西，到了这里能换5000平方米气泡岩板，或者200吨帝国杂品级废钢。
上次那个红虫加虾粉的配比不对，腥味穿透力不够。今天换成7成红虫加3成秋田湖粉，深水层大黄鱼吃这个最凶。你说的跟做菜似的，钓鱼本来就是做菜，你做的菜鱼不爱吃，那是你厨艺有问题。我路亚的，不用饵，所以你钓不过我。贺天帝，你再说一遍。我说，所以你钓不过。行了行了，吵什么吵？鱼都让你们吵跑了。287万的蓝鳍金鱼，在钓鱼佬这里就是军衔。他是No.1。37打赏，最后都刻在这渠子上了。他听不懂中文，我也听不懂他那边的话。没事儿，手势应该能看懂。这是什么？这些痕迹不是商品标记，是他们留下来的心意。这是我的脸。你别哭啊！猫哥，你他妈干了什么？我没有。需要扔海里冷静一下吗？你们听我解释。不听。怎么了？怎么了？谁欺负伊瓦娜了？猫哥。实锤了？实锤了。没有实锤，他是吃橙子吃哭的。1、2，等等等，我把手表摘下来。3。我冤枉的，他是自己哭的，橙子太甜了，他没吃过。哎，这是啥？他没有！你们看到没有 ？NPC 给我伸手了！闭嘴吧你 ！NPC 心善，换我早拿鱼竿抽你了！把他捞上来。他没欺负他，他没吃过水果，第一次吃太甜了才哭的。误会了，兄弟，我道歉。你道歉有什么用？我手表进水了。回去给你买个新的，什么牌子都行。劳力士。成。没事儿，我这是滤水尾，防水的。行了行了，都别在那儿杵着了，鱼咬钩了，没人管吗？大黄鱼保守15万，东星斑品效能到12万。那你带大黄鱼啊？但东星斑是活的，活鱼翻倍。那你带东星蚌啊？可大黄鱼更重，15万稳的。你到底带哪个？带这个。为啥？给我妈做刺身，她爱吃这个。好大饵。废话。你不带鱼？带了。老婆说了，这次的卖鱼钱她要6成。上次不是55分？上次她没看到东星斑甩她脸的视频，看完涨到6成了。合理。哥几个，我今天带什么回去？你今天钓了啥？啥也没钓着，光跟那冤能甲壳怪物干仗了。那带个甲壳碎片呗。能卖钱吗？不好说。那带个屁！
李老板，这条算我任务奖励的是吧？算。得嘞。差不多了。413000人，都不睡觉的吗？公告出来10分钟，全网就传遍了。现在抢的就是第一手。71平，这基地进化速度比我家装修还快。 NPC 什么时候招室内设计师？我真想把家具全搬进去。前2个没什么稀奇的，之前就收过类似物资。广西公文包，什么玩意儿？等等，高度广西公文包，那不就是酒？20升白酒，1桶才不到200块，奖励10个时间点。10斤鱼才换1点时间点，那条卖了287万的蓝鳍金枪鱼也才15点，10个时间点，粗算190万，就1桶100多块的酒。200块换10个时间点，这还睡个屁！问题是你得有内测资格才能进去啊。全球才39个内测玩家，关我什么事？等等，后面还有800多万人抢15个，这比中彩票还狠吧？焊工、潜水员、机修工，等等，不限制专业。等等，不会钓鱼也能报，那我是不是也有机会？我会修电脑，会做饭，还会开叉车，这算特长吗？什么算特长？公告没说。伊瓦纳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我擅长心理疏导。确实该关注 NPC 心理健康。你就是想跟 NPC 聊天，别装了。如真绘制图，报名时附手绘作品。各位，每次我说真话，底下就一堆人骂我，骂完了该上当还是上当，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说一句，有些事儿你得下水才知道。来，我把名额让给你，你进去看看，敢不敢？到时候我全录下来，让所有人看看。行，你等着，我去问问李老板。他可能骗你内测名额。我操，这小子是个老阴笔啊！空间折叠，物品从 A 点消失，在 B 点出现，中间没有任何可观测的物理传输过程。我们在物理领域讨论了70年的空间折叠技术，人家做成了成品，而且还烂在海底不知道多少年了。说个不太好的消息，6天前小日子买走了那条蓝翅金枪鱼的分切样本，2天前我们的人传回情报，小日子已经提取出鱼体内残留微量未知元素，启动了编号为 K7 的秘密分析项目。目前可以确认，至少7个国家的情报部门已经开始追踪全景海洋相关信息，其中小日子和灯塔进度最快。预料之中，一条鱼的 DNA 不属于地球，全网播放量10几个亿，捂不住的。系统的筛选机制摸到规律没有？标准不明确，唯一能确定的是 NPC 李七叶拥有最终决定权，系统只是执行他的指令。这次 NPC 李七叶给了我们10个指定名额，也就是说，只要他愿意让我们进，就能直接获得指定名额。目前看是这样。渊能海藻的研究进展到哪儿了？陈局长，我们对密封样本进行了全封闭、非侵入式检测，初步结论有3个。第一，渊能物质能量密度远超预期，1克样品持续自拍放热72小时，总释放能量约等于12克标准 TNP， 但没有任何化学燃烧反应，热量来自一种尚未理解的内部能量转换机制。第二，我们已经初步确认，这种能量可以被转化为电能，功率不高，但极其稳定。项目组内部暂定名称电浆电池，足量样本完成标定后，它可能成为下一代高密度储能介质。第三，我们开始进行毫克级动物实验，3只小白鼠接受了微量外表皮接触测试，2只在24小时内出现骨骼密度和肌肉纤维强化，增幅约17%。
第3支第36小时开始异变，目前已经安乐死并保存样本。1/3的失控率。是，而且目前无法预判哪个个体失控。NPC 说的没错，这是潘多拉的魔盒。结论：第一，传送器涉及的空间技术列为绝密，等级与载人航天同级，所有接触相关信息的人员即日起纳入绝密级名单。第二，原能研究继续推进，样本需求量提上来，下次入场想办法多带，必要时可以加码交换条件。第三，玩家可以复活，我们已经确认，但 NPC 可能不行。李奇也如果死了，我们跟那个世界唯一的接触通道就彻底断了，所有窗口全没了。追加10名特战队员，秦风小队扩主到15人，全实弹保护 NPC 安全，武器弹药加倍输送。7个国家在盯着，有人已经开始做实验，你觉得他们下一步会干什么？找玩家。报名名单里不全是中国人，论坛也是公开的，参与游戏的玩家全部记录在档，同时协调公安，加强保护。帝国文字破解到哪儿了？已经建立初步字符库，确认是表意和表音混合和文字，结构复杂程度接近汉字，目前能读懂大约15%的常用词。还要多久？按现在速度3个月，但如果能获得更多原始文本，增派人手，队伍扩充3倍，3个月太久。通知秦风，新增10人名单，下午3点前报上来。带足弹药，这次多携带工程爆破所物资，海洋世界科技和武道都存在，不能只按普通求生游戏判断。真遇到解决不了的目标，优先保住李七夜，其他人可以复活。1公斤 TNT 不够，就给我来10公斤；10公斤不够，就来100公斤。25个，5个综合后勤，120多万人报名，这比中彩票还狠。会做饭，会做饭也能进。我爷爷82了，还在家腌酸菜呢。京城苏提酒店，米其林2星那个，2星主厨去海上基地炒菜。还真是帝国合金铁板烧。这游戏画风越来越不对了。以前做高端料理给有钱人吃，这次想试试外星语。行，这理由够硬。我是野外急救培训师，这次进去先把一整套急救包带上。NPC 的通讯器频段，我一直想研究，这次正好把设备带进去试试。我从小在海边长大，徒手抓鱼、捕鱼网都行。特长栏我就写了，啥都会一点。你们之前不是天天喊着要给伊瓦娜买衣服吗？不是我发的悬赏贴。从内到外是什么意思？救命！这个女人太可怕了。光伏版组，跟我走。布装地上，架高2米，45度朝主光源方向，底下还能当遮阳棚。碳钢立柱，4根焊横梁，板子搁上面。对，你和老罗1人2根，偏3度以上，发电效率掉15%。知道了。能不能把杆子收一收？你绕着走。老子是施工人员，你让施工人员绕着走。老子是生产队的鱼，让驴绕路不是天经地义吗？谁是驴？谁绕路谁是驴。喝口水，消消火，跟他犟你赢不了。过来，再近一点，你站那么远看不清。
从今天开始，你负责盯这个。盯交易界面。对，帮我查一下气泡岩板。现在挂牌价多少？20水点每平方米。杂本级。500水点一吨。标准级。1800。白酒。500水点每100毫升。好，跟昨天一样，价格不是固定的，自由潮市供需每天都在变，材料短缺可能翻倍，过剩也可能腰斩，每半小时刷新一次，核心材料的价格全记下来。我能做好吗？你是这个世界的人，比我更懂这些东西的价值，只是以前没机会做。李老板，东西到了。谁带酒了？任务物资，李老板让带的。 53度高粱基酒去味正，便宜归便宜，纯粮的。你能不能别在这缠人？这是酒。记住，100毫升酒，500水点。酒液品相有无取样检验。潮市，有点意思。请问批量供应能力如何？货少。本批5000水点全收。150平方米，这些全是刚买的。花了多少？2杯酒。李老板，一升白酒这个世界值多少钱？5000水点。一升换了5000水点，还剩19升，19升能换95000水点。按刚才的价格，剩下这19升酒能换4750瓶的气泡岩板。我明天带1车过来。1车不够，我包一个集装箱。那我明天就带1桶50升的，我爱巨物，超市有卖。安全箱塞得下50升吗？塞不下，我蹲进去抱着桶一起传送不就行了？你当自己是快递包裹啊？酒的事我来安排，暂时够用。明天每人的物资任务单上会注明数量和规格，别自作主张。气泡岩板的价格没变，但帝国废钢标准级涨了20水点。什么时候涨的？大概在你交易成功后10秒左右，价格刷新了。好，继续盯着。200平方米浮力层加上碳钢框架，我可以搭一个双层结构。底层作业区加存储，上层居住区加指挥平台，全展开的话，有效面积能做到300平方米以上。开工！帝国废钢标准级又涨了，居然没人听我说话，我生气了！看什么看？说的就是你！我去，隋师傅，你确定就穿这个？哼，厨房就是战场，厨师服就是军装。行行，你说了算。老板，有没有干净的金属板？我要做一个简易灶台。老谢，给他切1块半米见方的碳钢板。自己来拿，我这边忙着呢。目前基地伤情：甲壳抓伤2例，海水泡伤4例，焊伤1例，鱼钩扎手3例，鱼钩扎手最多。你统计这些做啥？建立基地医疗档案，所有玩家的伤病记录我都要存档。我好像没受过伤。你的右手中指有一道旧茧，就在握杆的受力垫上，长期反复摩擦形成的。不处理的话，3个月后可能硬化增生，影响手感。你几岁？
26。我钓了这么多年鱼，你是第一个注意到我手上茧子的。我是急救培训师，看手是基本功。那个茧子的事，你有空帮我看看。好。隋师傅，你真是米其林2星。那你能把大黄鱼做出什么花样来？看食材品质。这条鱼如果在蓝形，我会做意式清制配柠檬奶油汁，但这里没有柠檬，也没有奶油，那就清蒸呗。一个米其林2响主厨做清蒸，给我半小时。这个是给你穿的。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来，我帮你。李老板，伊瓦娜要换衣服，这边没地方遮挡，你快帮个忙。绝不空军，你和猫哥在换衣区周围拉一圈防水布。干嘛是我啊？你的杆挂在那个位置好当帘子杆。你是认真的吗？10秒内搞定，不然扣5个时间点。遵命，保证完成任务。大功告成，快去吧。看啥呢？我在看天。天在那个方向。那我在看灯。哪里有灯？说了你不懂。哟，李老板也换装了，旧衣服不穿了而已。行啊，终于舍得讲究了。你很闲。尺码合适，这个给你，谢谢你。你个狗东西，你看看你，你都教了小姑娘些什么？难怪别人说你是变态说车。我没有，他自己学的。那你不纠正？语言不通，我怎么纠正？哼，你屁话挺多的，跟他比划不会啊？就回家。加菜。这么大的海洋，竟然一点风浪都没有，平静的像水缸一样，不科学啊！赤道附近也该有台风啊。不对，虽然我 ID 叫乌鸦嘴，但也不能随口吐槽一下就成真吧？我真有点后悔了。这里好像是赤道附近的稳定带，不会有大风暴的。猫哥，你上次问过李老板来着，是不是？李老板说水域整体比较稳定。是呀，就跟他这么交手的呀。不对，你们看那个天。看云墙推进速度，距离我们大概还有20到25海里。按这个速度，不到2个小时就会覆盖我们的位置。风暴！这里有风暴！不是说赤道稳定带吗？谁说不会有风暴来着？我只是随口问一句。兄弟，你是不是玩游戏经常手通副本的那种人？不是，我一般只是说一句这 boss 不难，然后就被团灭了。你以后能不能别说话了？来，浮台上投个票，把他扔海里，能不能阻止风暴？能，肯定能。别闹了。2个小时，风暴到达，你觉得我们能扛住多大的浪？整体结构刚性够用，关键是连接点，碳钢框架和浮力层之间的脚腕还没来得及做完。3米以下的普通涌浪硬扛没问题，3米以上呢？3到5米，框架持续摆浮，连接点松动。5米以上呢？那就看命了。伊瓦娜，你们岩角城遇到风暴的时候怎么处理？大型聚落不怕风暴，因为在帝国遗迹周围通常会设有风暴稳定器，安装在海底，它会持续发出一种低频微波。什么东西？风暴稳定器。风暴稳定器，低频微波，前所未闻啊！麻烦你细讲讲。这种微波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抵消海浪的共振频率。反向波对消海浪。是的，在风暴稳定器的覆盖范围内，海面会变得非常平静，即使周围翻天覆地。覆盖范围有多大？小型大概方圆1000米，大型可以超过上百公里。这附近有没有？我不确定，但有一个方法可以判断。伊瓦娜，
什么方法？风暴来临，看海面，哪一片区域特别平缓，跟周围形成对比，那个地方就有风暴稳定器。但那些地方，通常已经被大型聚落占领了。但如果只是安装在海底的老旧设备，没人镇守，那岂不是？核心在，无人机起飞，全面扫描风暴出海面变化。明白。重点标记异常平静的区域。风暴前缘推进速度每小时大约35海里，按当前距离，不到1个半小时到达基地上空。异世界的台风，看来还是没躲过。